Hello， 大家，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街边啊，或是网络上面的广告，看起来都有一点怪怪的，但是却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怪。没有错，它非常有可能就是 AI 生成的广告。在12月9号呢 ，OpenAI 终于释出了 Sora 这个影片生成 AI 模型哦。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它最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看起来非常逼真，效果非常之好。你可以相信吗？只要打字，你就可以生成影片欸。你想要看日落啊，打字，然后看赛车，打字，甚至是外太空，你也可以透过打字来生成画面。回想过去以前呢，我们想要制作一部电影，可能就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团队，然后投入多少的金钱才可以制作完一部电影。现在呢，你只需要打字。现在呢，只要你有创意，不怕没有舞台。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正是 Sora。我们除了会看它的界面啊，然后教大家如何使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来带大家了解 Sora 到底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它会对哪些职业造成威胁，或者是说它到底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福祉，还是另外一个乱源的开端。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首先第一步呢，来教大家启用 Sora。当你今天进入了这个 Sora 的网站之后，它可能会要求你登入 ChatGPT 的账号。那如果你今天有付费的话，那就是这个 ChatGPT Plus 的方案，它本身就是可以使用 Sora 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它现在有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这个$200的方案。它们两个是差在哪边呢？毕竟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啦，200块大约是台币6000呢。那是差在哪边呢？其实主要就是分画质还有可以生成的数量的差别。就是20块的基本方案，它只能生成 720p 的画面，然后呢$200的话，它是可以生成 HD 的画面，然后数量的话呢，也是差了10倍哦。就是基本方案只有50个影片，它其实是点数制的。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那个点数制哦，就是不一定真的确切的是50部影片。然后呢，这个 Pro 方案的话是500部影片。那另外呢，就是有生成长度的差别啊，还有同时进行任务的差别，还有浮水印，就是它在影片的右下角有一个波动的浮水印，如果你想要把它消除的话，就必须要使用这个$200的 Pro 方案。那我自己个人是立刻就入手了$200，因为我今天要做这部影片，然后加上其实使用起来真的消耗的非常快，大概我自己的话可能一天就会全部把它花完了，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先想好，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看看，就是基本方案啦。而且我们会建议大家，你从一开始就直接用480p 开始生成，因为 HD 的话会消耗你超级多点数，然后一下就用完了。然后因为480p 画质很烂嘛，所以如果你觉得成品很满意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丢到其他的软体来把它 upscale， 这样子的话会最省。那再来呢，我们就来进到首页。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很像之前 Midjourney 的界面哦，就是它上面就是一些作品啊，然后下面这边就有一个对话框，可以让你来生成影片。其实整体来说，它的界面是非常简单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这一排，首先最上面的是大家的作品，就是有公开的作品都可以在这边看得到。那我点进去呢，其实大部分都是480p 的画质。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些像你储存过的影片啊，或者是你自己的影片，就是下面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的作品。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开始生成的话呢，就是到下面的这个对话框，然后这边有一些设定可以选择。总体而言呢，是非常简单的界面。最左边的这个加号里面，你就是可以去选图片或是影片。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哦，就是有一些眉眉嘎嘎还是需要注意。然后再来下一个呢，这个是一些 preset， 就是预设的一些滤镜哦，就是例如说它有慢动作啊，或者是一些黑白片的设定。但是听我的同事说，这些滤镜就是不好用啦，就是用起来可能效果很不好吧，所以就是不建议、不推荐大家使用这样子。然后再来下一个呢是比例的部分，就是看你今天想要生成怎样比例的影片，像是短影片的话，可能就要生成直视的会比较好用。那再来呢，这边可以选择画质。那像我刚才讲的，大家可以先从480p 来小试身手，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还不知道，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同事告诉我的，就是他告诉我之前呢，我还是傻傻的在那边用1080p， 然后在那边生成，结果我的点数就耗得超快的。要怎样看你的点数消耗是多少呢？就是你点下去，然后按右边的这个问号，它就会帮你算，它会扣你多少点，就是1080p 一部就要200点。然后我来看我的点数，现在是5800点，也就是说我只剩下29部了。那如果我今天是用480p 的话，就会是25点，差太多了吧，差了8倍耶。那这样我就可以生成超多部影片，所以大家就是可以省着用。而且中间呢，其实我们需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试错的过程，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型，必须要说 Sora 离完美还有一段距离，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就是先从480p 开始玩。那再下一个呢，就是可以选择时间。那选择时间的话，是只有200美的 Pro 系列可以去选5秒以上的阶段。如果你是20美的基本方案的话，就是只能选择5秒。
那再来下一个呢是同步生成的影片数量，就例如说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个就是一次生成2个画面，那它其实有它的好处，就例如说大家看到这2个男生他的脸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你要分批去处理非常难。那如果你同步生成2部影片，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或者是你的风景也会是一致的状态。就是风格啊，还有角度什么的，就是会比较符合同一个场景这样子。不过一开始呢，大家还是可以从1部开始来试看看啦。再来右边的这个 Storyboard 呢，这个功能我们等一下会拉出来讲，它的篇幅其实还蛮大的，所以这个我们就先跳过。那我们现在呢，就立刻来小试身手看看吧。那在输入提示词之前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它里面是有一些限制的。首先呢，当然是不能有裸露、暴力相关的字眼，然后另外像这些商标啊、名人之类，你都不能输入。但是我们稍早有试过 iPhone 这个字可以耶，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太确定它的标准到底在哪边。反正你们就是可以试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就不会让你生成。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边输入。那它现在应该还是不能用中文啦，我也不想浪费我的那个点数去尝试中文，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不能用中文。那现在呢已经进到我的任务列当中，就是你送出之后呢，你就可以到右边这边来看它的进度哦。它等一下会有个进度条，或者是你也可以点下去，这边就是它生成的画面这样子。那同时呢，你也可以继续生成，比如说跑车在路上跑，一个人在用电脑，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字眼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效果。来跟大家讲的就是在提示词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人会头痛，就是你在输入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呈现你想要的效果。那我自己个人呢，就是会搭配 ChatGPT 来制作提示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视窗。就我跟他说呢，接下来我想要生成一些影片哦，那请帮我按照 Sora 这个 AI 生成影片的逻辑，帮我优化我想要的中文提示词，然后要翻译成英文版这样子。那我试了几次之后，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ChatGPT 它会秀自己的文笔，就是它会用一些就是很少见的英文单字，或者是用一些很优美的那种故事写作的方式在写这个提示词。但是这一点呢，对 Sora 来说非常的困惑。就是 Sora 它其实是一个对文字非常敏感的，例如说你形容这辆车子是白色，但是它有可能会连天空或者是桌子什么的，它也把它变成白色，就是白色对它来说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单字。所以你懂我在说什么啊？就是例如说今天 ChatGPT 可能用了一些很多动作啊，或者是很特殊的背景形容的用词或是句子，那这对 Sora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它会让那个变数变得很混乱。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跑车的影片，就是非常混乱，不知道他在拍什么，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 ChatGPT 写出来的提示词对他来说真的太困惑了。我们来看他用了哪些提示词。那大家不用仔细看没关系，我跟大家说问题出在哪边。问题就是出在最后一句，就是他的最后一句呢，描述了这个驾驶他摆弄了他的太阳眼镜，然后在一个非常绚丽的沙滩跟海岸的背景下。然后这句话其实对这个景来说有一点太多元，因为我主要是想要呈现这个跑车在路上跑的样子嘛，可是他却形容了一个我觉得算是蛮详细的景，然后 Sora 就会很困惑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是要强调景呢，还是要强调这个男人在摆弄他的太阳眼镜？所以呢，使用 ChatGPT 来制作你的提示词，他写完之后你还是要看过一遍，你要把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删掉，或者是你必须要把它调教成他说东西一定要非常的明确，然后非常简单，用字不要给我在那边摆弄。讲一讲就有点生气，所以后来我在跟 ChatGPT 讲话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有些字会让 Sora 很不稳定，所以尽量让画面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不要有一些让他混淆的单字或者是动作。然后我就叫他举个例子，让我知道说他听懂了。那后来举的例子呢，我还是觉得很不满意，因为他就是会用一些动词或者是多余的动作。例如说，我今天只是要跑车在路上跑，他却给我形容这个驾驶给我那边摆弄太阳眼镜，这件事情非常多余，所以我就是希望说，他不要用特殊的动词来提到场景。这些大家在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也可以特别提到，就是不要给我用特殊动词来形容场景。然后后来我把这些多余的动作啊，还有多余的动词删减掉之后，它就画面变得非常的稳定。大家看这一步，它的提示词
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提示词越短越简单，它的画面就会越稳定，因为它就不需要去处理那些多余的资讯，它就是专心做好它的画面就好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它出来的画面可能不尽你的理想，因为你今天可能想要更细节啊，例如说他在拨弄他的发丝啊，然后他的头发上面可能有什么发箍还是发夹什么的，但是现在我觉得 Sora 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细节，它只能做到比较广的那种意象或者是画面，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你的提示词越简单，它的效果越好。所以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如果你今天用一张图片，然后想要让它生成一个影片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说，我们今天就用这个蛋糕来当一个例子好了。必须要跟大家说，你今天想要从照片变成影片，其实里面还蛮多小细节要注意的，因为现在 Sora 真的没有到那么聪明，所以我会建议说，你丢了照片之后，你的提示词最好就是给我空白，因为你一旦输入任何的文字，它就是会翻车，它真的会翻车。例如说，我今天用这个草莓蛋糕哦，然后我的提示词就已经跟这张照片是一模一样，就是 a cake floating on string， 然后它给我什么东西给大家看？它就是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画面。就是这个画面非常的诡异，然后完全不连续。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在做自己的影片，就是不甩你的图片，然后也不甩你输入了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把照片丢进去的时候，它会反向自己先推出一组提示词，也就是说，除了你输入的那些文字之外，它图片其实也会先翻成一个提示词，然后变成2组的提示词下去生成这个影片。它自己侦测的提示词跟你输的提示词也许会不一样，所以就会冲突嘛。那冲突的时候呢，它就没有那么聪明，会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它就会出现这种画面。就是他觉得他的才是对的，所以他做成了这种影片。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点进这个 View Story，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哦。这个就是 Storyboard 的一个功能，然后你进来就会看到它其实自动帮你把这一段生成出来咯。我今天只有输入 a cake floating on string，然后他就擅自把它变成这么一大段哦。那这么一大段，它里面一定是跟我自己说的字可能会有冲突到，或者是他自己过度解读之类的，所以最后才会出现那个很奇怪的弹跳蛋糕。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想要在 Sora 里面加图片的话，我会建议你的提示词这边就是空白。虽然它生出来的效果可能不会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它起码就是稳定的一个状态。例如说，来给大家看这张我就是完全没有输入提示词。然后它就是那个水豚，它就是好像稍微有一点动嘛，好像有在呼吸这样子，其实效果就已经非常自然非常好了，它就是不会有多余的东西出现，但是起码它是稳定的，你知道吗？然后另外还有这张也蛮成功的，这2张都是用 AI 制作的图片，然后把它丢进去，然后都完全没有输入提示词，它就可能就会自动判断说哪边是水啊，哪边是莲啊，哪边是花这样，其实我觉得它已经算是蛮厉害的了。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 Sora 单独生成的画面不是很 OK 的话，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先在 Midjourney 啊或者其他图片生成的 AI 先制作你已经确定想要的心目中的画面呢，确定之后再把它丢到这个 Sora 里面来生成影片，也是一种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 Storyboard 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在提示词的右下角这个按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它就是运镜的功能哦，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呢？那这个 Storyboard 其实它有2种用法，第一个就是你直接点进去，然后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卡片嘛，然后你就可以再增加，例如说这边就是第2幕。然后后面可以第3幕，然后这每一幕你都可以进去写它的分镜的内容，就是你这一幕的场景想要呈现怎样的画面。但是你不用高兴的太早，就是每一幕其实是不能差很多的，就是如果你差很多的话，效果就会不好，所以尽量就是都是有连续的这样子。例如说刚才跑车的画面，可能它就是第2幕就带一下轮胎啊，然后第3幕就带一下车尾啊，就是它要有一个连续的感觉这样子。如果你是上一幕在海边，下一幕在山上的话，它就会非常的困惑。那这个呢是第一种做分镜表的方式，然后第2种呢就是我们让 AI 自己去判断分镜哦。那要如何做到呢？就是我们今天一样在提示词这边写我们想要的东西，然后直接按这个 Storyboard， 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自动把分镜都帮你写好了，它会自己分哦。然后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输入的东西跟它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它就是给它加的非常的长。然后我必须要说这是有好也有坏，就是它自己写的不一定是对的，你还要去里面看一下它有没有给你乱加一些东西。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这个 storyboard 要怎样用才会效果最好呢？我后来跟我同事有讨论出来，就是呢，我们先请 ChatGPT 帮你先把分镜都写好。例如说这个汽车广告呢，我就请他先帮我分了3个镜，然后我们先把它复制起来。那这边我们就直接贴到这个提示词的栏位，然后请他再帮我们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先分好镜之后呢，还是再请他帮我们分一次镜。那分完镜之后呢，你还是要进去看一下有没有字会让 Sora 效果不好。例如说它是很多动词、很多动作，或者是它的场景描述很奇怪的话，你就要进去把它删掉。例如说最后一句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讲那个驾驶在摆弄他的太阳眼镜这句，其实会让 Sora 效果不好，我就把它删掉。这个都是要大家多多尝试才会知道说哪一句会让它起效。然后接下来呢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 create。有没有？有的时候它如果翻车的话，它的画面就会非常的魔幻。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它完全没有物理规则可言，完全没有逻辑这样子。感觉最后一幕的效果是蛮不错的，但是前面就看起来超级奇怪。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去看你的提示词有哪一个部分可能是会让 Sora 很不稳定的部分。比如说最后这个就有一点太多了，就他就说这个驾驶有出来，然后靠在车上面，这个就真的太细节了。我们第4个就整个删掉好了。那我们就可以稍微分散一下，就真的太细节的东西你还是要把它删掉才行，不然出来效果你会看傻眼。没有驾驶好恐怖哦！好哦，自动驾驶的一个敞篷跑车也算你厉害啦，但是画面必须要称赞它是稳定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 Sora 目前有哪些漏洞哦。第一个呢，我要提到的就是人的头发还有手很容易有问题，有没有很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有错，这个就是之前图片生成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 Midjourney 出来的第1年，大概所有人都在抱怨他的手指啊，例如说他可能就突然出现第6根手指头，还是少1根手指头什么的，然后例如说你握手的话就会非常奇怪。现在 Sora 就是有一模一样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发丝看起来就很奇怪。来给大家看这个范例，有没有发现他的手超怪？他的手怪到爆，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真的太多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就算是非常简单的场景，只要有人啊，只要有人在里面，就真的很容易翻车。或者是你今天有很多部车，或者是提到有很多只狗之类的，这些都很容易出错。所以场景呢，真的是越简单，成功几率越高啦。再来第2个 Sora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拼字哦。例如说，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画面上面，我原本是想要生成一个 Apple Made 的招牌，结果它就生成了一个很不像英文单字，不是任何英文单字的一个字哦。所以就是现在你想要让它指定生成单字是没有办法的哦。再来第3个 Sora 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限制风格哦。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画面呢，其实我原本是想要生成哈利波特那个邓布利多跟伏地魔他们在对决时候的那个画面，然后我想要的是真人电影，但是我不管怎样修改我的这个提示词，它永远都会给我游戏画面，而且是非常烂的游戏画面哦。然后我这边测试才发现说，原来只要跟魔法有一点点关系，它就会变成游戏画面。就是你今天提到巫师啊、法杖啊，还是法术之类的，它就是会变成游戏画面，不管我怎么尝试都一样。真的是文字狱耶，所以我后来就费尽千辛万苦想要绕过这个魔法的文字狱哦。大家可以看，我就真的试了非常多次，然后它的风格就真的一模一样。然后最后我要卑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要描述，就是这个男人手上有一道神秘的光，才绕过这个部分呢。我要多卑微，给大家看我的成果。就是他能接受真实世界的这个魔法最低的限度就是这个，就是你再上去，就是它就会变成游戏画面哦。所以呢，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发现，你今天不管输入任何东西进去，它都会帮你改写一遍。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例如说，我这边我的提示词是这样子嘛，就是还蛮短的，就是上面这一格，然后我进去 View Story， 它给我改成这一大串。所以今天当你描述到，就是说法杖啊，还是什么法师袍之类的东西，它就会擅自帮你在画面上面加很多魔法相关的字，然后它就会变成游戏画面，超级奇怪的，对不对？我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大家也可以去试看看。你今天不管用什么 Live Action 啊、Real Human 啊，它就是会给你游戏画面哦。如果你有成功闯关的话，欢迎告诉我你是怎么闯关成功的。我自己是真的变得非常卑微，才勉强生出一个男人可以用魔法的画面。那
那在我们提到最后一点之前，我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 480P 要怎样 upscale 成 4K 或是 HD 的影片。我今天呢自己是用了另外一款软体，它叫做这个 Topaz Video AI。那这个东西呢，它是要付费的。然后我也是只用了1天，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就是出来成果你一定会喜欢。但是至少我现在目前是觉得它的效果很不错啦。那另外呢，有很多人会用剪映，就是剪映它有一些每日的免费额度可以 upscale， 所以你也可以用那一个。但是我今天有试用过，我觉得人脸的修复好像效果没有到很好这样子，所以我才用了这个 Topaz Video AI。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到 Sora 对未来的影响。第一点呢，就是创意终于大解放了。你原本可能有非常多的点子在你脑海里，你可能想要实践，但是苦于你可能没有专业的技术啊，然后没有金钱的资源，或者是没有家人的支持之类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实践你的梦想。但是现在呢，透过 Sora， 真的一切无限的可能都可以被实现了。所以这个呢，也要带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职场终于要大风吹了。就是影视啊，或是艺术类的，一定是会被 AI 影响的。但是说完全取代吗？我觉得倒也不至于。我觉得是会非常深度的融合哦。所以我觉得创意相关的工作，它并不是被 AI 完全的取代，而是我们的职位变得不一样，就是我们变成是领导啊，或者是策划的那个人。例如说，原本你可能是在画动画的，那你现在可能就是要去引导 AI 画出你想要的风格，而不是你真的下去画。我们变成从做的那个人变成引导的那个人这样子。那再来第三点 ，Sora 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呢，就是伦理大考验。就是前几天呢，我非常讶异，就是我爸在群组里面传了一个什么中国自然景观叫做冰花的一个影片给我，然后我一打开就发现它是 AI 生成的影片。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跟我爸说：“这是 AI 生成的。”然后他就说：“我知道啊。”然后我在那一刻突然恍然大悟，就是其实大家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的，只要它今天够漂亮，然后够吸引人，够耸动，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甚至还会传给自己的亲友，就是帮忙散步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会默默的影响到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就是你今天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以后可能就会觉得，中国的冰花就是长那个样子吧，就算你没有真的看过，因为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在吸收那些假消息了。那今天自然景观都已经可以这样子，何况是一些例如说信仰或者是不同的价值观之类的，也是可以被影响的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类的新型 AI， 一定要有政府规范吧。那我是知道说欧洲啊，还有美国他们那边是进展是比较快速，但是就蛮担心说，就是台湾感觉好像每次都慢人在一步这样子。而且现在诈骗电话好像就已经没有在管了，何况是影片生成式的诈骗，对不对？所以呢，总体而言，影片生成它可以是一把双面刃，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创意无限的发挥，它也同时可以是诈骗的利器。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天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是觉得哇，好新奇哦，我想赶快试看看，或者是说你觉得好可怕，然后就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还有呢，记得赶快去网上看 Sora 最新的这个功能哦，我觉得它非常好玩。如果你原本就是 ChatGPT 的订阅者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开始玩，它不用另外付费。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心得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就是你今天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就是你今天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以后可能就会觉得，中国的冰花就是长那个样子吧，就算你没有真的看过，因为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在吸收那些假消息了。那今天自然景观都已经可以这样子，何况是一些例如说信仰啊，或者是不同的价值观之类的，也是可以被影响的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类的新型 AI， 一定要有政府规范吧。那我是知道说欧洲啊，还有美国